这个男人非常传奇，刚下飞机办理入境时，海关告诉他，你的国家没了。原来就在他飞行途中，他的祖国爆发了政变，新政府取代了旧政府，所以他的签证和护照全都失效。他现在变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，既不能入境，也不能出境，既进不了美国，也回不了祖国，被迫留在机场，做一个只能生活在机场的人。这就是电影《幸福终点站》。某瓣评分高达8.8分，由奥斯卡影帝汤姆·汉克斯主演。他不懂英语，跟机场里的人都无法交流。这时看到电视上正在播报他祖国动乱的新闻，但还没播完就切到另一条新闻去了。他慌忙跑到另一台电视去看，就这样一台换一台，男人在机场来回奔跑，终于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他想打电话回家问问情况，但是电话卡不会用，也没人搭理他。偌大的机场里，他显得格外渺小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晚上，男人来到还在装修的67号登机口睡觉，这里没人，不受打扰。只是椅子太小，他个头又大，怎么睡都不舒服。他只好从行李箱里拿出带来的螺丝刀，自己改装了一下椅子，刚好合适。之后，男人就在这里定居下来，也慢慢适应了机场的节奏。白天穿着睡衣在机场里到处溜达，晚上就回到67号登机口睡觉。但他的存在成了机场管理员的眼中钉，因为像他这样的流浪者在机场会破坏他的政绩。光头管理员本来以为把男人扔在机场，他很快就会趁机逃走，但没想到男人虽然看起来傻，但不蠢，而且内心正直。逃跑这种下三滥的招数，他是绝对不会做的。光头管理员找到男人，疯狂暗示他说，中午保安换班会有5分钟的空档，这5分钟你想离开机场就可以离开。其实他是在钓鱼执法，想把这个烫手山芋丢给别人处理。但男人根本没上当，他把机场当做了家，在这里住了下来。住是解决了，吃还没解决，时不时就会饿肚子。看着面前琳琅满目的美食，男人却只能用自制饼干小汉堡充饥。好在男人发现了生财之路，他看到一个女人把推车归位，旁边的机器里就会吐出1枚硬币，于是他便开始收集小推车，赚到零用钱。伙食也从一开始的饼干小汉堡升级到了真正的汉堡。接下来他在机场里到处收集小推车，越找越多，小推车连成了长龙，吐出来的硬币源源不断地向他砸来，终于有钱了。男人在机场9个月了，因为他的祖国发生政变，他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。机场光头管理员告诉他，只要你说你害怕回到祖国，就可以申请政治庇护，离开机场，进入美国境内。男人第一遍没听懂，就问害怕什么？光头管理员说，害怕你的祖国。男人这次听懂了，说 It's home. I'm not afraid from my home. 不肯接受政治庇护，男人就得继续留在机场。为了能够跟人沟通，他自学英语，从最初的完全听不懂，到这时还可以泡妞了。没错，他在机场遇到了自己的爱情，对方是一位空姐，两人之前就偶遇过好几次。这天，空姐正在打电话，男人悄悄地走了上去，言语间得知空姐失恋了。于是用自己蹩脚的英语安慰他。寂寞的空姐想约男人一起吃饭，但男人不能离开机场，也付不起高档餐厅的费用。为了能体面地跟空姐约会，男人开始找工作，但都遭到了拒绝。因为他的地址填的是67号登机口，号码则是机场公用电话，每个人都觉得他很可笑。晚上，男人无所事事地在机场溜达，看到一面还没完工的毛坯墙，手痒了，于是连夜装修好了那面墙。早上包工头过来一看，惊呆了，立刻雇佣了男人，而且薪资不菲。男人有了工作，生活算是稳定了，感情也有了着落。机场的生活过得是有声有色，还因为一件事令所有人对他刮目相看。这天，有个乘客私自携带药品被机场扣留了，情绪十分激动，想要自杀。尽管出动了机场所有警力，都拿他没办法，因为完全听不懂他的话。恰好男人能听懂他的语言，经过沟通，男人知道乘客的父亲有重病，正在垂死边缘，这些药是乘客买给他父亲的，但是机场规定药品没有经过登记和许可证要被扣留。乘客没有办法，向机场光头管理员跪了下来，恳求他通融，但光头管理员不为所动，执意要扣下药品，还让警力压制住了乘客。
看着可怜的乘客，男人于心不忍，突然改口说药品是乘客买给山羊吃的，不是买给他父亲的，自己刚刚听错了。在机场待了这么久，男人知道了很多规定，其中一条就是如果药品是给动物的，就不需要购药许可证。如此一来，机场必须把药归还给乘客。乘客激动地抱住了男人，深深地亲吻了他。男人帮助了他，却给自己留下了大麻烦。光头管理员更加讨厌男人了，警告他，只要我还在这里一天，你就永远别想出机场。但因为这件事，男人成为了整个机场里的大英雄，走到哪里都有人向他投来敬佩的目光。之前大家都觉得他可笑，如今都对他肃然起敬。这个倒霉男人在机场求生存的这段时间里，自学会了英语，在机场得到了一份薪资不菲的工作，还追到了一个空姐。这一天醒来，男人听说祖国内战结束了，他的护照和签证又重新生效了。但是男人的签证必须得到机场管理员的签字才能生效，而光头管理员一直看他不顺眼，不肯签字，还以男人的朋友要挟，让他立刻返回祖国。男人的朋友就是这个机场清洁工，他比男人在机场住的还久，已经住在机场23年了。他在印度有个妻子和2个孩子。男人就问为什么不回家，清洁工说23年前他在印度开了一家小店养家糊口，但一个警察总是上门以交税为由勒索他。在警察第5次上门的时候，他拿刀刺伤了警察，然后逃到了这里。如果回家，他就要坐7年牢，但又无法入境，所以他选择留在了机场。光头管理员说，你不立刻返回，我就把清洁工遣返回印度。无奈之下，男人只好答应返回。清洁工得知后非常生气，他骂男人是懦夫，明明离成功只差1步之遥，可他却放弃了。接着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，男人在等飞机时，看到机场保安处都往外冲了过去，他走过去一看，原来是清洁工正拿着拖把往正要起飞的飞机跑去。飞机与清洁工一大一小形成了巨大反差，但他成功了，飞机停了下来，然后他冲着男人大喊 I'm going home! Get lost! 随后警察赶来，将他层层包围住。为了不连累男人，他选择主动遣返回国。朋友的用心良苦感动了男人，男人也决定去完成他的承诺。机场里所有人都来为他送行，保安队长拦在门口。面对光头管理员的命令，他没有遵守，而是把自己的大衣披在了男人的肩上。就这样，男人带着所有人的祝福走出了机场。虽然外面大雪纷飞，但此刻男人的心却格外的温暖。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这个故事改编自真实事件。1985年，法国戴高乐机场里有一个伊朗男人，装着签证的行李却被偷了，一直无法入境。就这样，吃喝拉撒都在机场，一直生活了18年。渐渐的，他成了机场里的活招牌，很多人慕名而来找他签名。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听闻这个传奇故事后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于是拍摄了这部《幸福终点站》，就像《阿甘正传》一样，让一个原本看似弱小的平民，以极其坚韧的意志化不可能为可能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